我宋初瑶本是高门嫡女，因皇上赐婚，嫁给了定国公世子谢承安。新人喝合卺酒，从此一心一意，白头相守。可大婚当日，世子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抱着大肚子的表妹顾心如进了哄房。不好了，世子救命啊！顾姨娘要上吊了！今日大婚，谁给你们的胆子来闹事？世子救救姨娘吧！姨娘说她身份卑微，不敢阻碍世子与夫人的锦绣良缘，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尸两命啊！孩子，心如，初瑶，心如她性子烈，我去就回，你先休息。世子，今晚是皇上赐婚洞房花烛，你若此时踏出这道门，想过后果吗？我以为你是个大度的，心如是我心爱之人，你之前答应过不争风吃醋，难道刚进门就要反悔，眼睁看他去死吗？体面是相互的，你现在走，打的是我宋家的脸。心如母子有失，我要这满屋子奴才赔命！小姐，这算什么？一个妾室在大婚之日欺到您头上，这是诚心让全京城看咱们笑话呀！委屈？这天底下除了皇上，还没人能让我受委屈。走，去看看那位顾姨娘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心如，别胡闹，你是我的新千金，谁也越不过你去，明白吗？夫君，妾身卑微，一想到你今晚要和别的女人同床共枕，妾身的心就像刀割一样，我宁可死了，也不想分走你半分情意。顾姨娘想死，我这个做正事的，自然要来送送喜。你来干什么？既然顾姨娘不想活了，为何这梁上的白绫连个死结都没打？来人，帮顾姨娘一把，既然要吊，就吊结实点。世子，你若与他成了夫妻，不如真的拿根绳子勒死我和孩子吧。胡说什么？在我心里，谁也比不上你。夫人，求求你把世子还给心如好不好？你是高门贵女，离了世子还能嫁别人，可心如只有世子了。顾姨娘，你怀着身孕，跪我这个刚进门的正妻，是想折我的寿，还是想折你孩子的寿？夫人，你斗不过我的。夫君说你进门只是个摆设。夫人，不要推我！肚子好疼。夫人是不许我生下庶长子吗？是心如妄想了。宋初瑶，若心如和孩子有任何不切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我原以为你答应约法三章是个大度的，没想到你一进门就如此歹毒。世子，眼瞎是病，得治。你看好了，我离他整整3步远，我是会隔山打牛吗？我是被夫人的气势吓到了。夫君，我真的好疼。宋初瑶，若非你今日进门大张旗鼓，心如怎会受惊动了胎气？你还在这里狡辩？行，既然世子是非不分，那这新婚夜你们慢慢过，我们走。小姐，咱们就这么算了？世子爷简直欺人太甚。算了，嬷嬷，我宋初瑶的字典里没有算了。那您这是？既然他谢承安不给我这个正妻体面，那全京城的人都别想要体面了。嬷嬷，快去歇着，明天有一场硬仗。今日新人见礼，怎的还没见心腹？怕是昨晚累着了，这孩子。姨母为初瑶做主啊！求姨母准许，这婚初瑶不嫁了，我要回宋家。这门婚事我不嫁了。你说什么？初瑶，这可是大婚第2日，你胡说什么混话？夫人，你要给小姐做主啊！小姐苦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昨晚刚进洞房，世子的顾姨娘就闹着要自尽，世子丢下小姐就走了，说小姐娶进来就是个摆设。老爷还没回京，小姐孤身一人出嫁，谢家竟这样糟践人。新婚夜世子陪姨娘过，这传出去，小姐还怎么活呀？姨母，这婚事是皇上赐婚，初瑶不敢不从。可是，一进门就有庶长子，夫君不仅宠妾灭妻，还亲口说我是摆设。若我娘在天有灵，必舍不得我入此火坑。求姨母陪初瑶进宫，我要退婚。退婚使不得啊！初瑶，陈安那是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。好一个靖远侯府，当我定国公府没人了吗？初瑶父亲不在，我还没死呢。我要让天下人看看你们靖远侯世子是个什么东西！快去把世子和那贱人给我绑过来！绑过来做什么？走，带路。我倒要亲自去瞧瞧靖远侯府是怎么在侧院办洞房花烛的。夫君，你答应了心如，今日只陪我和孩子，不准陪那个女人去敬茶。好，都依你。本就对那宋家的女人无感，
娶她不过是权宜之计。那你以后也不许碰他。你说过只有我一个女人的。谢承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那你以后也不许碰他。你说过只有我一个女人的。是，我答应你。那宋初瑶是武将之女，粗鲁得很，哪有我的心如这样知情识趣？好一个淫妇，勾引我儿！来人，把这贱妇给我拿下！贱人，我许你以妾室身份待在靖远侯府，不是让你魅惑世子的。妾身不敢啊，只是当晚腹痛，怕孩子出事，才叫了世子。巧言善辩，来人，给他掌嘴20。母亲这是做什么？心如昨夜不适，她肚子里可是您的亲孙子。混账！你昨晚宿在姨娘院子，若皇上知道，如何交代？皇上赐婚，我将人娶进了门，难不成皇上还要管臣内宅之事？侯夫人，看来世子并不如你说的会知悔改呢。这样宠妾灭妻，我们可不受这委屈。初瑶，我们走，进宫找皇后娘娘评理。听说了吗？靖远侯府的世子大婚之夜没跟新夫人洞房，宿在妾室院子里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皇上赐的婚啊，还有假！定国公夫人亲自带着新夫人进宫告状去了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了。谢承安真是糊涂，放着兵马大元帅的嫡女不要，偏偏宠一个青楼出来的妾室，可不是吗？这下宋家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，看他以后怎么在朝堂立足。皇后娘娘，世子有心爱之人，初瑶怎么能拆散一对有情人？请娘娘恩准，取消我与世子的婚约。更何况顾姨娘早有了世子的骨肉，初瑶自幼娇养长大，高门有训，正式未进门却有庶长子，这是对宋家的侮辱和不尊重。初瑶不敢以一己之力辱宋家门第。靖远侯府可是对这门御赐的婚事不满，本宫可将婚事取消，你看可好？昨日陈安是喝醉酒昏了头，走错了院子，今日酒醒了，绝不会再犯。臣妇已教训了他，他再也不敢了，求娘娘开恩。皇后娘娘，求娘娘开恩，心如腹中是臣的骨肉啊！逆子，闭嘴！你是不是想害谢家满门获罪？世子的妾室不安于庭，企图乱嫡庶之根本，赐落胎药1碗。奉皇后娘娘旨意，赐顾氏落胎药1碗。开门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夫君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是因为我出身卑微吗？心如，心如，宋初瑶，你这个毒妇！宋初瑶，这里是靖远侯府，不是宋家，害得心如失了孩子。这碗红花汤你也喝了吧？安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可是你的正室，他父亲若是知晓你灌他红花汤，你可知后果？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靖远侯世子谢承安宠妾灭妻，嫡庶不分，有乱纲常，特允宋氏之请，允其与靖远侯世子和离。和离？你既然打算和离，为何要害我的孙儿？宋初瑶，你好手段，让心如落了胎还敢和离，想离开谢家没那么容易。你背信弃义，我为何不能与你和离？那又如何？出了这个门，谁敢娶你一个和离的妇人？夫君，夫人只是吃醋罢了。女人一旦成了你的人，哪里还会想着和离？你一个侍妾，居然敢想出这样不要脸的事！我不过是为了夫君着想，女人不是要出嫁从夫吗？夫人这样善妒，怎么做得好当家主母？宋初瑶，今日起我们便做一对真夫妻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你还如何和离？谢承安，你敢！爹爹，瑶儿放心，爹回来了。我看京城中谁人敢动你一根头发丝？善妒，出嫁从夫，还要生米煮成熟饭。靖远侯府如此大胆，圣旨和离，却要强迫我的女儿与你做真夫妻。将谢世子抬到宫门前，告诉皇上，
世子抗旨不准夫人和离。来人，将大小姐的嫁妆抬出来，咱们回家。你们不能带走她，她是靖远侯世子。居然敢抗旨强迫人家和离的大小姐，活该！放着兵马大元帅的嫡女不要，偏偏宠一个妾室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奉旨，靖远侯世子谢承安宠妾灭妻，抗旨不遵，着即杖责30，钦此。宋楚瑶、宋林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等我官升一级，要你们好看！奉皇上口谕，靖远侯世子谢承安德行有亏，着令在府反省1年，罚性1年，无诏不得上朝。什么？公公留步！敢问公公，我不过是和离之事处理不当，为何皇上要如此重罚我？世子，满京城谁不知道你是沾了宋家的光？现在把宋家得罪透了，谁还帮你？小姐，这3处铺面的账目对不上，奴婢核对了原始地契，产权人已经改成谢承安。什么时候改的？大婚第3日，谢承安拿着您的印鉴去衙门办的手续。这个混账东西，竟敢私自转移我女儿的嫁妆，我这就去打断他的腿！爹爹，现在去闹反而落人口实，我们先查清所有账目。老爷，新科状元沈燕大人求见。学生沈燕见过宋元帅，见过宋小姐。沈状元不必多礼，今日前来可是有什么事？学生受元帅提携之恩，一直想来拜谢。听闻小姐和离回府，特来问候。让沈状元见笑了。小女刚回府清点嫁妆，谁知那谢承安竟敢私自转移她的财产，竟有此事。学生自幼学习算学，对账目知识略通1、2。若小姐就不嫌弃，就但愿帮忙清查账目。那就有劳沈大人。宋小姐，除了3处铺面，谢承安还将嫁妆中的12件古玩字画拿去京城最大的当铺典当，这是典当的时间、物品名称和金额都记录在册。沈大人果然细心，多谢你。小姐客气，这些都是学生应该做的。3日后，党铺会进行月度清账，正是追回财物的最佳时机。掌柜见风使舵，若小姐独自前往，恐怕会被其刁难。若小姐不嫌弃，沈燕愿陪同前往。有劳沈大人。宋小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何吩咐？我来赎回我名下被典当的物品，这是嫁妆清单和产权证明，你核对一下。是，这些物品都在库里，小的这就让人去取。麻烦掌柜把对应的当票拿出来，我们逐一核对。掌柜，这些物品是谁送来典当的？是靖远侯府的小司福儿，每次都是他拿着谢世子的印鉴来的，小的不敢多问，就收了东西。宋初瑶，你可真行啊！刚和离没几天，就勾搭上了新科状元，这么急着找下家，就这么耐不住寂寞。谢世子请自重，我是受宋元帅所托，帮宋小姐追回被侵占的嫁妆。若你再出言不逊，我们即刻报官处理。你不过是个寒门出身的状元，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东西已经核对完毕，我们走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世子，您息怒啊！现在宋元帅权倾朝野，我们得罪不起啊！我偏要得罪！他以为有宋礼撑腰就能骑在我头上拉屎？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大家就一起同归于尽。小姐，您听听外面都在传些什么？那些人说您擅妒成性，逼死了顾姨娘的孩子，还说您刚和离就勾引沈状元。我知道，您怎么还这么沉得住气啊？奴婢这就去靖远侯府找谢承安理论。嬷嬷，谢承安就是想逼我们自乱阵脚，我们要是去闹，正好中了他的计。宋小姐，我已经查到了，这些谣言都是谢承安的小厮福儿散播的。辛苦沈大人了。谢承安此举太过卑鄙，
明日定国公府有赏花宴，京中所有贵女和夫人都会去，我们可以在宴会上澄清此事。我正有此意，明日你陪我一同去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到底是谁无耻。好，我明日一早来接你。嬷嬷，去把谢承安典当嫁妆的凭证找出来，明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他的真面目。你看，他就是宋初瑶，听说他可厉害了，把谢世子逼得家破人亡，可不是吗？刚和离就勾搭上了新科状元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初瑶，你来了，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，姨母相信你。谢谢姨母。各位，今日我有话要说。最近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我的闲话，这些都是谢承安散播的谎言。谢承安宠妾灭妻，大婚之日丢下我去陪他的妾室，婚后还私自转移我的嫁妆，这是他典当嫁妆的凭证。没想到谢承安是这样的人，真是太无耻了！明明是他对不起宋小姐，还反过来抹黑人家。各位夫人小姐，我与宋小姐相识，全因受宋元帅所托，帮他清查被谢承安侵占的嫁妆。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绝无任何私情。这3人就是在京城散播谣言的人，他们已经招认，是受谢承安的小厮福儿指使，每人拿了5两银子。夫人小姐饶命，是福儿给我们银子，让我们说宋小姐坏话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也是一时糊涂，求各位饶了我们吧。宋姑娘，对不起，是我们不明真相，听信了谣言，还请你原谅。宋姑娘，我们错了。没关系，大家知道真相就好。好了好了，误会解开就好，大家继续赏花吧。废物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世子饶命，是沈燕太狡猾了，我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夫君，喝药吧，背上的杖伤还没好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喝什么喝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当初闹着要上吊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境上？夫君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也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怕失去你啊。现在宋初瑶已经和你和离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我抬为正室啊？正室？你也配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失去宋家这个靠山？夫君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提了。我这就去收拾地上的碎片，再给你熬一碗热药来。小姐，皇后娘娘派人送来的中秋宫英请柬到了，京中所权贵家眷都受邀了。我知道了。宋小姐，沈大人请坐。不必客气，我今日来是特意提醒你，谢承安也收到了宫佑请柬，你务必多加防备。我早有预料，他若安分，便饶他一次；他若敢闹事，我正好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这是我整理的谢承安侵占嫁妆、散播谣言的全部证据。若他在宫宴上胡言乱语，你拿出这个，他便无从辩驳。多谢沈大人。宫宴当日，我会全程陪在你身边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中秋宫宴，这是我翻身的唯一机会，只要哄得皇后开心，就能解除禁足，重回朝堂。夫君，这是宫宴的请柬，你要去皇宫吗？嗯。夫君，我也想去，你带我一起去吧。你是妾室，没有资格参加宫宴。求求你了，夫君，你不带我去，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。罢了，你到了宫里，必须谨言慎行，在皇后面前要表现得贤良淑德。若是做得好，说不定会准你做正室。好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福儿，去绸缎庄做最华丽的衣裙，再去金店买全套金钗首饰，不能失了侯府的体面。是，世子。初瑶，你可算来了，快到姨母这边坐。宋小姐，你这身衣裙真好看，料子是江南新出的云锦吧？多谢夸奖，是我爹爹特意让人从江南带回来的。宋小姐真是好福气，有宋元帅这样疼你的父亲，不像有些人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自寻死路。谢世子，宫宴只宴请正室夫人及嫡出子女，顾姨娘身份不符，不能入内。本世子带自己的妾室入宫，有何不可？皇后娘娘宽宏大量，不会计较这些小节。谢承安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居然敢带妾室参加皇后的宫宴。是啊，这是根本没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。我看他是彻底疯了。宋姑娘，别来无恙啊。还好，夫君说了，等过段时间就会奏请皇上立我为靖远侯府的正室夫人，到时候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妃了。谢世子好大的胆子，
今日宫宴是皇后娘娘所设，你一个侍妾居然敢擅自入宫赴宴，看来谢世子不仅不懂嫡庶尊卑，连对皇后娘娘的基本敬畏都没有。宋小姐说的没错，宫宴规矩森严，岂容侍妾随意出入。谢世子此举未免太过失礼。是啊，这要是人人都带妾室入宫，成何体统？连皇后娘娘的规矩都敢违背，谢世子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谢承安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。皇后娘娘饶命，是臣妾不懂规矩，求娘娘不要怪罪夫君。现在只有说他是你即将迎娶的正室，才能躲过一劫，否则抗旨不遵加藐视宫规，谢家某人都要受牵连。皇后娘娘，臣并非故意违背宫规，故事并非妾室，臣已告知宗族，3日后便会将她抬为靖远侯府正室夫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看他言行举止，确实不懂规矩。本宫赐你一名管教嬷嬷，留在你府中，免得日后出门丢了靖远侯府的脸。谢皇后娘娘恩典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满意了？夫君，怎么了？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皇后娘娘还赐了嬷嬷教我规矩，以后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妃了。就是你死皮赖脸非要跟着进宫，我怎么会被逼着说要抬你为正室？我本来还能再娶一门高门贵女，现在全被你毁了。你当初说过只爱我一个人的，你说过会让我当世子妃的。我那是哄你玩的，你真以为我会娶你一个青楼出来的贱婢当正室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为了你连孩子都没了。世子，不好了，老夫人听说了宫宴上的事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晕过去了。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！谢世子，老夫人是急火攻心引发的中风，现在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以后只能瘫在床上，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是你这个灾星！要不是你，我母亲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不是我。夫君，都过了吉时了，怎么还没有人来？不知道，是不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对？要不我们派人去请一请？请什么请？谁会来祝贺我们？我们明明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啊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认可我？要不是你死皮赖脸非要跟着进宫，我怎么会被逼着娶你？我怎么会变成全京城的笑柄？我本来还能重回朝堂，现在全被你毁了！夫君，你别走！再来一壶，再来！谢世子，您已经喝了5壶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少废话，让你上你就上，信不信我砸了你的酒楼？是，我这就去拿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宠妾灭妻，不该和宋初瑶和离。要是我好好对她，现在我还是兵马大元帅的女婿，我还是能在朝堂上风光无限。你快去宋府一趟，告诉宋小姐，谢世子在这里喝得酩酊把醉，我们实在劝不住。是，掌柜。我真后悔。宋小姐，沈大人，不好了！谢世子在城西咱们家的酒楼喝得酩酊不醉，我们实在劝不住。掌柜的让我来请您过去一趟。他什么时候去的？下午就去了，已经喝了快3个时辰了。他这是故意来闹事的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免得他对你动手。好。初瑶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初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和你和离，我现在就把顾心如送走，永远不让她再出现在你面前。谢承安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结束了？怎么会结束了？我们是皇上赐婚的夫妻啊！谢世子，请你自重，宋小姐已经和你和离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给我滚开！我和我前妻说话，轮得到你这个外人插嘴吗？
你不就是图宋家的权势，想娶宋初瑶当靠山吗？你再敢对宋小姐无礼，我立刻报官，告你寻衅滋事。初瑶，你别信他，只有我是真心对你的。来人，把谢世子抬回靖远侯府，交给谢府的管家。初瑶，初瑶，把今天的账结了，以后他再来，直接赶出去，不许他再踏进酒楼一步。世子，您醒了，快洗漱吧，早饭已经备好了。我昨天怎么回来的？是宋府的下人把您送回来的。您昨天喝多了，还去找了宋小姐。宋初瑶她怎么说？她是不是心软了？宋小姐没说什么，只是让下人把您送回来了。我就知道她心里还有我，她只是碍于面子，不肯轻易原谅我。福儿，备上180台聘礼，我要去宋府提亲。世子，您还要去提亲？宋元帅上次差点打断您的腿啊！上次是上次，快去办。敲门。谢世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向宋小姐提亲的，快去通报宋元帅和宋小姐。岳父大人，小婿知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谁是你岳父？我早就和你恩断义绝了。岳父大人，这是小婿准备的聘礼，180台，应有尽有。小婿发誓，以后一定好好对待初瑶。谢承安，你不必白费心思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初瑶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已经把顾心如送走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你。再敢踏进宋府一步，我一刀劈了你！岳父，来人，把他和这些东西一起扔出去！初瑶，初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初瑶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已经把顾心如送走了，以后我身边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回来，他要是敢闹，我就找个理由让他死了算了，保证不会碍你的眼。我为了你放弃了所有，我为了你失去了孩子，为了你被全京城的人骂，你竟然想让我死！是你故意让我听到的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早就料到你会偷偷跟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看清谢承安的真面目。他从来没有爱过你。不可能，他说过只爱我一个人，他说过会让我当世子妃的。他说的话你也信？我怎么这么傻？我怎么会相信他的鬼话？你好自为之。夫君，该喝药了，背上的杖伤还没好，别喝太多酒。滚！别在我面前碍眼。是，我怎么会被宋岭那个老匹夫羞辱？怎么会丢了前程？是，夫君，我这就收拾。小姐，城西的绸缎铺已经卖出去了，这是卖盆面的500两银子。城东的米铺和城南的杂货铺，你3日内处理掉。记住，找外地的买家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是，小姐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离开京城？等我把账房里最后2000两银子拿到手就走。谢承安为了求宋初瑶复合，连杀我的话说得出口。我们必须在他动手前走。宋元帅，宋小姐，沈大人来了，坐。谢元帅。我查到谢承安在担任工部主事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黄河河道工程款，这是工部的原始账本。3万两白银，他倒是敢伸手。没错，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了。他最近频繁私下接触工部旧部，应该是想挪用下一批修桥的总成款。好，
那我们就先按兵不动，等他下次动手的时候，人赃并获，一次性揭发他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是，我会继续收集证据，一有消息就立刻通知您。劳烦管家通传一声，靖远侯世子谢承安求见定国公大人。国公大人今日身体不适，不见外客，谢世子请回吧。我知道国公大人喜爱古玩，这是我从江南寻来的宋代汝窑笔嵌，一点薄礼，还请管家代为转嫁。国公大人有令，不收任何外人的礼物，谢世子还是拿回去吧。只是一件小玩意儿，算不上什么厚礼。国公大人若是不收，我就一直站在这里等。罢了，我替你转交就是。但国公大人见不见你，我不敢保证。多谢管家，改日我再来登门拜访。老爷，谢承安又来了，他非要把这个汝窑笔戒留给您，我推不过，只好收下了。这个谢承安真是不知廉耻，宠妾灭妻，德行败坏，还想攀附我们定国公府。是啊，老爷，听说他被宋元帅轰出宋府后，就四处钻营，如今盯上了咱们家小姐，想通过联姻东山再起。做梦！我就算把女儿嫁给平民百姓，也绝不会嫁给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。你去把这个笔记退回去，以后他再来，直接把他赶走，不必通报。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夫君，喝碗粥吧，你从早上回来就没吃东西。喝什么喝？定国公那个老东西，居然不给我一点面子！夫君息怒，定国公大人只是一时不了解你，以后会明白你的心意的。对了，3日后是定国公嫡女的生辰，我要是能送上一份合他心意的礼物，说不定就能打动他。我记得你有一支赤金枪红宝石的补钗，把它拿出来当做生辰礼物送给定国公小姐。不行，那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我不能给别人。你的东西就是侯府的东西，让你拿你就拿，要是耽误了我的大事，我饶不了你。是，夫君，我这就去拿。快点把屈胎给我，定国公小姐的生辰就在3日后，这可是我攀附定国公府的最好机会。夫君说的是，我晚上再仔细找找，把配套的红宝石耳坠也一起找出来，这样送出去更体面。算你识相。等我娶了定国公有小姐，成了定国公府的女婿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夫君，我这就去厨房准备晚饭，给夫君补补身子。夫君，我敬你第一杯，祝你心想事成，早日和定国公小姐喜结连理。好，还是你最懂我。等我以后发达了，就给你买个带花园的大宅子，让你安享晚年。夫君真是有本事，不像我，什么都不会，只能在家伺候夫君。那是自然。想当初宋初瑶那个女人，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？要不是宋凛那个老匹夫多管闲事，我现在还是兵马大元帅的女婿。再来一杯，我还能喝。夫君，你喝多了，要不先歇会儿吧。我没喝多，我告诉你，定国公小姐肯定会喜欢我送的宝钗，到时候我就是定国公府的乘龙快婿。水，给我倒杯水。顾心如，顾心如，死哪里去了？和离书，我什么时候写过和离书？好你个顾心如，居然敢骗我按手印！福儿，福儿，世子，您喊我。顾心如那个贱人跑了，你立刻带所有人去追，把城门都给我守住，就算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，世子，我这就去。世子，我们找遍了整个京城，都没有找到顾心如的踪迹。不可能，她一个女人能跑到哪里去？城门守卫说，天不亮的时候，
有一辆挂着江南商会牌子的马车出了城，车上坐着一个穿水红色罗裙的女子，应该就是顾心如。她走的是官道，往江南方向去了。我们的马跑不过她的马车，追不上了。江南，好得很。顾心如，我谢承安发誓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也绝不会放过你。肚子好疼。谢世子，您中的药性太猛烈了，这种药会损伤根本，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治不好了。你说什么？治不好了？什么意思？唉，您以后再也不能人道了。你胡说！我只是喝多了酒，怎么会不能人道？你这个庸医！谢世子，我行医30多年，不会看错的。您中着是一种西域奇药，专门用来……您还是好好休养吧。您别太难过了，说不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办法？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谢承安这辈子算是毁了，毁在顾心如那个贱人手里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靖远侯府的谢世子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我这几天忙着做生意，没出门。他不能人道了，听说被顾心如下了药，太医都说治不好了。活该，这都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。想当初他大婚当日，为了一个妾室，把正室宋小姐扔在新房里，后来还逼着宋小姐和离，差点毁了宋小姐的名声。可不是嘛，还有顾心如也是个可怜人，跟着他那么久，孩子没了，名分也没捞着，估计他也是被逼急了，最后还被他当成弃子，要送给定国公小姐当礼物，换谁不报复他。现在靖远侯府成了全京城的笑柄，以前那些围着谢承安转的公子哥，现在都躲着他走，谁也不想和一个废人扯上关系。各位小声点，谢世子现在脾气暴躁得很，要是被他听到了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怕什么？他现在就是个纸老虎，连侯府的门都不敢出。我听说他躲在家里，天天拿下人撒气。以前这个时候，门前的马车都排到街头了，现在倒好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可不是嘛！自从世子出了事儿，就再也没人来拜访了。那些以前和咱们侯府交好的官员，现在都和咱们划清了界限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侯府迟早要完。我听说后厨的王妈和几个杂役昨天晚上偷偷收拾东西走了。我也想走，可是我家里穷，全靠这份工钱过日子。再等等看吧，要是实在不行，我也走。老夫人，该喝药了。磨蹭什么？让你喂药，你站着干什么？世子恕罪，我这就喂。喝，你必须喝下去。陈安，我不想喝，让我去吧。你以为我想让你活着？要不是你当年非要逼我娶宋初瑶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别想死。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我再也受不了了。世子天天打老夫人，还拿我们撒气。昨天我只是打碎了一个碗，他就用鞭子抽了我10下。我也受不了了。以前世子虽然脾气不好，但也不会这样。现在他就像个疯子一样，见谁咬谁。再待下去，我们迟早会被他打死。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今天晚上就走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城南的张员外家正在招下人，工钱比这里还高。那老夫人怎么办？她躺在床上不能动，要是我们都走了，谁照顾她？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了，哪还能顾得上她？再说了，这都是谢承安造的孽，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。侯爷，您回来了！府里怎么变成这样？世子他废物！谢承安，爹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再不回来，靖远侯府就要被你败光了。我在边关拼死杀敌，你就在家里宠妾灭妻，丢尽谢家的脸。爹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宋初瑶她……住口！皇上的圣旨我已经看过了，你抗旨不遵，被杖责禁足，还被一个妾室下药弄得不能人道，你还有脸辩解？
侯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回侯爷，是老夫人昨晚听说世子又在发脾气，急着下床去劝，没留神磕在床沿上了。老夫人怕您生气，一直不让我说。你这个不孝子！你母亲为你操碎了心，你不仅不知悔改，还让她跟着担惊受怕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老爷，爹，你们是谁？这是柳氏，还有我的2个儿子陈宇和陈轩。爹，你竟然在外面养外室，你对得起我娘吗？我对得起谢家列祖列宗就行。靖远侯府的爵位绝不能断在你手里。从今日起，废黜你的世子之位，由陈宇承袭。不可能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才是靖远侯府唯一的世子。你不配！来人，把谢承安送到柴房思过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任何人探视。不可能，我才是唯一的世子。今日召集各位长辈，只为订立世子一事。谢沉潭德行有亏，宠妾灭妻，抗旨不遵，致使靖远侯府声名狼藉，又对生身母亲动手，私吞朝廷工程款，且无法延续香火，现依族规，废黜谢沉安靖远侯世子之位，立次子谢沉轩为新任世子，承继谢家宗托。我不服！我是母亲明媒正娶的嫡长子，这世子之位本就该是我的。你犯下的桩桩件件，哪一件配当谢家世子？大婚之日弃正妻于不顾，被皇上杖罚禁服，为求复合竟要杀害侍妾，连自己的母亲都能动手殴打，你还有何脸面争辩？三叔公，您看着我长大的，您说句话呀！我才是谢家嫡子。侯爷所言句句属实，谢承安所作所为早已辱没门楣，我同意废黜。你们都看不起我！来人，将谢承安赶出世子院，迁居后院柴房，每日供给2餐粗食，无令不得踏出柴房半步。吃饭了。我不吃这个，我是靖远侯世子，我要吃山珍海味。爱吃不吃，以后每天只有这个。城西绸缎铺这个月的营收比上月多了30%，城南米铺的账目也核对完毕，没有问题。多亏了你，这些日子要是没有你帮忙，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举手之劳，你刚经历那么多事，本就该多休息。小姐，沈大人，歇会儿吃点水果吧。嬷嬷放这儿吧。今晚月色很好，院子里的荷花开了，不如出去走走。好。初瑶，有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。从第一次在皇宫见到你，你跪在皇后面前，背脊挺直，眼神坚定，我就记住了你。后来看着你一步步走出那段糟糕的婚姻，看着你打理家业，看着你面对谢承安的刁难从不退缩，我越来越欣赏你。我喜欢你，不是一时兴起，是深思熟虑。沈大人，我希望能照顾你一辈子，不让你再受任何委屈。我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。我明白，我不会逼你，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不管等多久，我都愿意。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等你。吃饭了。我要见我爹，我是靖远侯府的嫡长子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哼，侯爷说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，别再痴心妄想了。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我爹！老实点，不然今天连这碗粥都没得吃。初瑶、沈燕，都是你们害的我！我谢承安对天发誓，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！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谢世子，是我。谁？我是张武，以前在工部和你共食过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吗？谢世子说笑了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你能怎么帮我？李丞相很欣赏你的能力，他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，愿意给你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李丞相，他真的愿意帮我？千真万确，只要你愿意跟着丞相干，以后荣华富贵、报仇雪恨都不是问题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能让我报仇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跟我走吧，丞相正在府上等你。草民谢承安见过丞相大人。起来吧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求丞相大人为草民做主。我知道你心中有怨，宋凛仗着自己手握兵权，在朝中横行撒大。
我早就想除掉他了。丞相大人若能帮我报仇，草民愿效犬马之劳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暗中监视宋凛的一举一动，把他的行踪和往来书信都报给我。草民遵命，草民一定不负丞相大人所托。很好，事成之后，我不仅会让你恢复世子之位，还会奏请皇上给你加官进爵。谢丞相大人。你考虑的如何了？我答应你。真的？经历过往事，我知道珍惜难得。我绝不会负你。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，常上山摘野果，摔得满身是泥。我随父亲在边关生活，多见风沙与军营，少见这样的青山。以后我常陪你来。这里的景色很好，与你一同看，才更好。两位慢用，都是自家种的菜。多谢。很久没有这样清淡安稳的饭食，以后安稳的日子会更多。我亲手雕刻，不值钱财，却是我的心意。我很喜欢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宋凛手握重兵，深得陛下信任，普通罪民无法撼动他。丞相想要如何做？你有军中旧部关系，伪造宋凛与北狄首领的私送信件，字迹印记务必逼真。我能联络旧吏府制军中印记，信件3日可成。再买通一名北狄俘虏，让他当庭指认宋凛私通敌国，泄露军情。俘虏的银两与封口安排，我全权处理。此事办成，宋凛定会获罪，你便能恢复世子身份，重掌靖远侯府。多谢丞相，我必定办妥此事，绝不泄露分毫。启禀陛下，臣检举宋凛通敌叛国，私通北狄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有实证？这是宋凛与北狄首领的往来密信，另有北狄俘虏当庭指认。陛下饶命！宋元帅却与我国首领通信，答应献出边关城门，换取黄金10000两。宋凛镇守边关多年，朕不愿信他谋反，但国反官规在前，即日起革去宋凛兵权，停职候审，交由大理寺彻查。陛下英明。宋元帅被停职了，传言他通敌叛国，绝不可能。宋元帅守边关10几年，怎么会通敌？大人，我家元帅真的被革职查办了。皇上下了圣旨，大理寺已接手，朝野上下一片哗然。军爷，府中物资短缺，求诸位通融片刻。皇命在身，宋府上下软禁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违令者按同党处置。爹爹，你忠心报国，绝无通敌可能，这都是奸人陷害。陛下只是彻查，不必慌乱，律法自会分清是非。元帅出窑，我来了。沈大人，李丞相的证据全是伪造，求你救救我父亲。我已知晓全部情况，你安心，我必会查明真相，还元帅清白。沈大人，此事是朝中势力刻意构陷，伪造书信，收买俘虏，手段周密。元帅放心，我今夜便查阅所有边关文书与北狄往来信函，找出证据破绽。这封通敌信，字迹模仿极像，但笔画转折生硬，和元帅的亲笔落笔习惯有明显差异。爹爹的字迹我熟记于心，这些拐角处的写法，他从不会用。还有边关称谓与年号，伪造之人不懂规制，多处与北狄实际规制不符，供词前后矛盾。先说传递情报在春季，后称是冬季，时间完全对不上。此人是被收买编造证词。有这些疑点，就能推翻所有假证据。我今夜整理好所有疑点条目，明日一早提交皇上与大理寺。司卿大人，宋林通敌一案证据存疑，书信字迹、供词石块均有破绽，恳请大人重审。沈燕，此案证据确凿，陛下已然下旨，你不必多言。大人，这些破绽足以证明证据系伪造，律法当前，岂能草草定论？妖言惑众，再敢胡言，便以宋林同党论处。来人，将他赶出去。沈燕还在追查宋林的案子。回世子，他刚去大理寺提交证据，被四卿大人赶了出来，那就断了他的路，把边关遗留的旧文书全部烧毁，
所有知情证人逐一警告，敢多嘴便处置了。是，我们即刻去办，保证不留任何痕迹。另外，紧盯沈燕与宋初瑶，他们的一举一动立刻报给我。你连日奔波，辛苦了。大理寺那边还是行不通吗？大理寺卿是李丞相的人，拒不接受证据，还将我驱赶。谢承安又销毁证据，威胁证人，查案陷入僵局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些，我要和你一起查案。此事凶险，你不必卷入危险。宋家在边关经营多年，有大批跟随父亲征战的老兵。我动用宋家势力，找到这些老兵，他们能证明父亲的忠心。小姐说的对，边关老兵都感念元帅恩德，定会出面作证。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继续核对文书破绽，你联络边关老兵，一起拆穿他们的阴谋。我们一定能还父亲清白。赵老，多谢您不顾风险前来。我父亲镇守边关多年，绝无通敌可能，求您告知当年书信的实情。宋元帅忠君报国，我们边关老兵都记在心里。当年我负责传递元帅与北狄的往来公函，每封亲笔信都有专属案记。案记是什么？是元帅独有的墨点标记，在信纸右下角，外人根本模仿不了。伪造的书信完全没有这个案记，字迹笔画也与真迹有明显偏差。这个标记只有元帅身边的人知晓，造假者根本无从得知。我愿意当堂作证，戳穿这份伪证。赵老，有您这句话，我父亲就有救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大理寺当堂对质。大人，此为宋元帅亲笔真迹，有专属案记，伪造书案并无此标记，恳请大人提审北狄俘虏，当堂对质。传北狄俘虏上堂。你指认宋元帅通敌，可知他的往来书信有专属案记，你口中的证据全是伪造，你是被人收买做伪证。我招，我全招！是谢承安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诬陷宋元帅通敌，我一时贪财才犯下大错。即刻带人前往靖远侯府，捉拿谢承安归案。是。官爷，世子天不亮就带着行李从后门逃走了。启禀陛下，大理寺捉拿谢承安，此人已提前潜逃。谢承安畏罪潜逃，即刻下旨全国通缉，悬赏1000金捉拿。陛下，臣对谢承安的阴谋一无所知，此人恶意构陷忠良，与臣毫无干系，求陛下明察。朕知晓了，善无实证牵连于你，你退下吧。谢陛下隆恩。宋印忠心报国，遭人诬陷，现已洗清冤屈，官复原职，执掌边关兵权。沈燕，此次多亏你查明真相，还我清白，护我宋家周全。元帅言重，这是臣的本分。楚瑶，沈燕有勇有谋，品性纯良，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。元帅放心，我定会护初瑶一世安稳，绝不让他再受委屈。来者何人？敢闯北狄大营？我是大靖靖远侯世子谢承安，我要见你们主帅。我有大靖方房的机密要献，在此等候，我们去通报主帅。谢承安见过主帅。你是大靖世子，为何来我北狄大营？我被大晋皇帝罢黜，被宋林沈燕陷害，我与大晋不共戴天。我熟知大晋所有边防部署、边关框甲的兵力、粮草位置，我全都清楚。只要主帅重用我，我能帮北狄攻破大靖边防，攻占中原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我愿以性命担保。好，从今日起，封你为北狄军师，全权负责制定进攻大靖的计划。多谢主帅，我谢承安发誓，定要带兵打回京城，杀了宋初瑶和沈燕，报我所有仇恨。主帅，即刻下令边境军队集结，准备开战。立刻传令，全军集结边境，听候谢军师调遣。主帅有令，全军备战，随时进攻大晋。启禀陛下，北狄10万大军入侵边关，连破3座城池，边关急报接连送至京城。北狄公然进犯，谁能领兵退敌？下，宋元帅熟知边防战务，战功赫赫，唯有宋元帅可担此任。臣等恳请陛下命宋元帅挂帅出征。臣愿挂帅出征，统领大军击退北狄，誓死守卫大靖疆土。朕任命你为兵马大元帅，统领20万大军，即刻出征。
臣遵旨。陛下，臣恳请随军出征，担任元帅府参军，协助宋元帅运筹军务，共御外敌。你有勇有谋，忠心可嘉，任你为军中参军，随宋元帅出征。臣谢陛下，定全力辅佐元帅，不负所托。两位爱卿即刻筹备，3日后发兵边关。臣遵旨。边关严寒，兵器锋利，爹爹与沈燕此去，步步凶险。小姐，元帅久经沙场，沈大人聪慧机敏，2人定会平安凯旋。我不能让他们牵挂，伤药、棉衣、干粮一样都不能少。愿边关安稳，愿你们早日归来。这批军粮数量核对无误，明日卯时准时发往边关，不得延误。宋小姐放心，我们已经备好车辆，保证按时出发。粮草关乎前线将士性命，务必保质保量，不可掺假。我等谨记，绝不敢怠慢。小姐，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银已经核对完毕，就等您签字发放。每家的抚恤银足额发放，家中无劳力的，额外安排米粮补出。宋小姐，所有物资均已装车，随时可以出发。伤药单独装箱，标注清楚，优先送往前线军医处。多谢宋小姐为我们发放抚恤银，还时常探望照料。您打理后方，让前线的孩儿们能安心打仗，我们感激不尽。这是我该做的。你们的亲人守卫国土，我必护好你们的安稳。多谢宋小姐，物资送到，前线将士定能奋勇杀敌。小姐，沈大人的信又到了，您快看看吧。沈燕说，前线粮草充足，物资及时，将士们士气大振，打退了北敌2次进攻。太好了，有沈大人陪着元帅，前线一定能顺利退敌。他还说让我在京中照顾好自己，不必挂念。我会打理好后方，等他们平安归来。主帅，我制定诱敌深入之计。我军派出老弱残兵与宋军先锋交战，佯装战败溃逃，引诱宋军进入峡谷。峡谷地形是否利于合围？峡谷两侧皆是悬崖峭壁，仅有一条通道。宋军进入后，便可四面合围。宋军先锋急躁冒进，必定中计。好，就按此计行事。末将即刻调拨老弱士兵前往前线诱敌。敌军溃败，全速追击，不得放跑一人。放箭，投掷石块。将军，我们中埋伏了，出路被堵住了。拔剑列阵，死守待援，速速派人向元帅求援。元帅，先锋官追击敌军，被困黑石峡谷，将士伤亡惨重。即刻点齐主力兵马，随我驰援峡谷。元帅不可，谢承安熟知我军战术，此必是诱敌伏击之计，峡谷外围定有埋伏。先锋将士身陷绝境，我不能弃之不顾。军情紧急，即刻出发。我率轻兵从侧翼包抄，元帅正面接应，务必谨慎。好，传令全军鸣号出征。宋林，你果然来了，动手！解防一阵，沈燕带轻兵突破侧翼。是，今日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腹背受敌，再耗下去，我军将全军覆没。元帅，我探明北敌粮草全部囤积在峡谷西侧山坳营地，各处守卫兵力薄弱，我率精锐夜袭粮草营，烧毁粮草，敌军断粮，并会自行撤退。此计可解危局，我调别500精兵归你指挥，务必小心行事。末将遵命。粮草是敌军命脉，此役关乎全军安危，你务必成功。元帅放心，我定烧尽敌军粮草。全军整备，等候火起信号，随时突围。先制服守卫，不得惊动敌军主力。粮草已焚，即刻撤退，不得恋战。粮草全毁了，我们没有补给了。全军撤退，回守营地。敌军无粮，全军突围。粮草没了，我们没饭吃了。粮草尽失，军心涣散，
无力再战，传令全军即刻撤军。主帅不可撤军，宋军已经强弩之末，再坚持片刻就能全歼宋军。无粮无援，拿什么坚持？给我滚！敌军溃退，全军出击，乘胜追击！将士们，收复失地就在此刻！宋元帅威武，沈参军威武，我们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园了。传令全军修整城池，安抚百姓，严防敌军反扑。是，元帅。都是你的诡计！10万大军折损大半，粮草尽毁，我要将你军法处置。主帅饶命！我也未料到宋军会夜袭粮草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定能翻盘。主帅，宋军势大，我军无力再战，只能派使者向大境求和，保全剩余兵力。备上贡礼，派使者前往大境京城求和，向大晋称臣纳贡，永不再犯边境。是。大靖陛下，我国战败，愿向大靖称臣，年年纳贡，永守边境和平，绝不再进犯大靖疆土。众卿以为，是否应允北狄求和？陛下，边关几经战乱，百姓流离，应允求和，可让边关休养生息。准奏，即日起，大靖与北狄签订和平协议，永罢干戈。陛下英明。宋元帅凯旋，沈参军威武！宋元帅，沈参军，快吃点东西，一路辛苦了。多谢，快请吧。臣参见陛下。二位爱卿大破北狄，收复疆土，是大晋功臣，朕亲自迎你们归来。宋林忠勇护国，大败敌军，晋封镇国公，赏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沈宴临危定计，火烧敌粮，扭转战局，晋封御史中丞，官居3品。臣谢陛下封赏。谢承安身为朝臣嫡子，投靠北狄，背叛家国，罪无可赦，列为头号通缉犯，悬赏1万两黄金，务必捉拿归案。初瑶，我回来了。你平安回来就好。郑国公大人。臣沈宴恳请您将宋初瑶小姐许配给臣，臣此生只娶初瑶一人，定会护她一世安稳，孝敬长辈，打理家业，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你在边关运筹帷幄，护我大靖疆土，护我宋家周全，品行才干我都看在眼里。我早已把你当做半个儿子，初瑶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谢大人成全，臣此生必不负初瑶，不负宋家。小姐，沈大人提亲，国公爷答应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嬷嬷，您别说了。初瑶妹妹，恭喜你！沈大人年少有为，对你一往情深，真是世间难得的良人。是啊，沈大人在边关舍身破敌，回京便立刻来提亲，这份心意我们都羡慕极了。多谢各位姐姐，夫人道贺。宋小姐觅得如此好归宿，日后必定安稳幸福，真是令人艳羡。沈宴与初瑶的婚期已定，就在3个月后，届时还请诸位赏光前来吃杯喜酒，定当前来道贺。恭喜国公府，恭喜宋小姐。这件婚服的纹样合我心意，你喜欢便定下，婚礼所有事宜全按你的想法安排。沈大人事事顺着宋小姐，二位真是般配。这个挂在床头，可好？好。筹备婚事的日子很安稳，往后的日子都
都会如此安稳。我前回京城，就是要在宋初瑶和沈燕的婚礼上报复他们。谢公子，我等是李丞相旧部，愿听你的调遣。婚礼当日宾客云集，我们在喜宴场地埋下火药，再制造混乱，毁掉他们的一切。人手、火药均已备好，随时可以行动。这段时间各自隐蔽，不可暴露行踪。婚礼当日就是他们的末日。小姐，沈大人，坏消息，有人在城郊看到谢承安，他潜回京城了。他居然回来了，目标定是我们的婚礼。我即刻加派侍卫，严守宋府与婚宴场地，严查可疑人员。我们严加防备，绝不让他的阴谋得逞。宋初瑶和沈燕3日后大婚，我要他们大婚当日毙命。谢公子，宋府婚宴宾客繁杂，正好动手。你们分2队，一队趁乱刺杀宋初瑶、沈燕，一队在宋府厢房与廊下纵火，火药埋在宋府城中处，行刺失败就引爆。我要和他们同归于尽。计划周全，定能让他们不得善终。国公爷、沈大人，谢承安藏在城郊破庙，与李丞相余党密谋，计划大婚当日刺杀纵火，还备了火药。此贼叛国投敌，竟敢回京作恶！他想借大婚混乱行凶，我们必须提前布防，调动亲兵与暗卫，暗中包围破庙，紧盯谢承安一行。等他们动身前往宋府动手时，前后合围，将其一网打尽。我亲自带队布防宋府内外，护住初瑶与所有宾客。谢承安屡次作恶，此次必须将他正法，永除后患。属下即刻部署，全程紧盯谢承安的行踪。嘉奖这些宪兵就要行了。吉时已到，2位新人行拜堂之礼。有我在，安心。宋初瑶、沈燕，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，今日我要你们陪葬！杀他们！全体亲兵，拿下反贼！我要杀了你们！谢承安，你叛国投敌，作恶多端，今日必伏法。让开！我要杀了你们！住手！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！我不甘心，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，我就算死也绝不会放过你们！谢承安，叛国投敌，蓄意行凶，你罪无可赦！宋初瑶、沈燕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让诸位受惊了，歹人已被擒获，婚礼继续举行。没事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谢承安，你是否伪造书信，诬陷宋领通敌叛国？是，我因私怨记恨宋领，勾结李丞相伪造密信，买通北狄俘虏作伪证。你是否投靠北狄，泄露大境边防部署，引敌进犯边关？是，
我投奔北狄主帅，为其制定进攻计划，致使边关3城被迫。你是否前回京城勾结余党，欲在大婚之日刺杀沈宴、宋初瑶，纵火炸府？是，我恨他们毁我一切，决意与他们同归于尽。谢承安构陷忠良，叛国投敌，蓄意行凶，罪大恶极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圣旨到，李丞相勾结谢承安，构陷重臣，祸乱朝纲，罢官抄家，流放3000里。靖远侯教子无方，纵子作恶，削去爵位，贬为庶民。靖远侯府家产充公。不服！凭什么他们安稳度日，我却要赴死？谢承安被判死刑了，这恶贼终于伏法，真是罪有应得。叛国投敌，陷害忠良，还想刺杀好人，死10次都活该。李丞相也被罢官流放，靖远侯府彻底败落。宋元帅和沈大人沉冤得雪，京城终于能安稳了，大快人心啊！叛国害民的恶贼终于要伏法了，他坏事做尽，这是罪有应得。罪犯谢承安构陷忠良，叛国投敌，蓄意行凶，罪证确凿，今日行刑，以正国法。时辰已到，行刑。罪犯伏法，行刑完毕。小姐，沈大人，刑场那边传来消息，谢承安已经伏法了。知晓了，往后再无纷扰。恶有恶报，往后我们安稳度日。还有一事，外头传着顾心如的消息，说法不一，但说无妨。有人说他携款去了江南，开了绣庄，安稳度日；也有人说他郁结失财，沦落风尘。只是不论如何，他都彻底从京城消失了，与我们再无干系，不必再提。今日朝事简略，我便提早回府。这是你昨夜说的话本，我在书坊寻到了。你竟记在心上，还特意去寻。你喜欢的事，我都放在心上。晚膳做了你爱吃的羹汤，饭后我陪你在府中散步。初瑶，我如今无心操劳俗务，宋家的商铺、田庄、商号，全部交由你打理。爹爹，我定将产业打理妥当，不辜负您的信任。沈燕心性沉稳，遇事有章法，你们夫妻同心，我很放心。往后我便在家静养，不问家事。国公爷安心休养，我会协助初瑶守好宋家基业。宋小姐，沈大人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吃上热饭，穿上暖衣。你们总是救济百姓，我们都记着你们的恩情。大家受灾受苦，我们理应伸出援手。后续还会送来药材，为病患诊治。我们会持续安排救济，直到大家恢复生机。我想把宋家的生意再扩展开，日后能救济更多百姓。我支持你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一起。沈燕为官清廉，政绩突出，忠正敢言，深得朕心。
兹升任为礼部侍郎，即刻赴任，钦此。臣沈燕谢陛下隆恩，定恪尽职守，不负圣望。沈燕，你在朝中不阿权贵，直言进谏，是朝堂栋梁。礼部事务繁杂，你需尽心打理。臣谨记陛下教诲，一心为公，绝不辜负陛下信任与百姓期许。沈侍郎品行才干俱佳，此次升迁实至名归。有沈侍郎坐镇礼部，必能克律法律，惠及朝野。写字要稳，读书要勤，识字明理，方能自立自强。记住了，多谢宋先生。宋小姐，沈侍郎来看您了。今日朝事结束的这般早。陛下封赏完毕，我将礼部事宜交接妥当，便赶来学堂。我看今日入学的女嫔又多了数人。百姓知晓学堂不收分文，都愿意送女儿来读书，乡绅们也纷纷捐赠钱粮支持。我已与京城3大书房商定，日后学堂的纸笔书本全部按成本供应。若想扩建校舍，我明日便去官府报备审批。你事事为我谋划，帮了我大忙。沈大人升任礼部侍郎了，他为官清廉，从不贪墨，咱们百姓都敬重他。宋小姐创办的女子学堂，让穷苦人家的女儿也能读书识字，这是造福万千女子的大好事儿。沈大人朝堂报国，宋小姐民间造福，夫妻2人同心并进，真是京城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沈侍郎，我家定国公瞧您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，有意将府中嫡女许配给您做平妻。这是定国公府备好的聘礼，只要您应允，日后定国公府便是您最坚实的靠山。烦请使者回去转告定国公，此事我不能应允。沈侍郎，平妻之位尊荣，定国公府更是京城望族，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缘。我与初瑶成亲之时便立下誓言，此生我只娶她一人，绝不再纳他人为妻。夫妻相守之道，贵在专一，我不会违背自己的承诺。我此生有初瑶一人，足矣。管家，替我送使者离开，将聘礼悉数退回。是，大人。国公，沈侍郎婉拒了提亲，他说此生只娶宋初瑶一人，绝不会再娶他人。他竟直接拒绝，半点不留情面。沈侍郎言辞恳切，态度坚决，并无转圜余地。罢了，他身居高位却不攀附权贵，对发妻专一不疑，这份心性与情谊实属难得。此事就此作罢，不必再提。沈燕此人重情重义，日后必有大作为。定国公想把嫡女许配给沈侍郎做平媳，被沈侍郎一口回绝了。沈侍郎如今官居礼部侍郎，前途大好，竟能抵住定国公府的诱惑，只守着宋小姐一人，真是重情重义。沈侍郎对宋小姐一心一意，绝不纳妾，这在权贵之中简直是少见之极。沈侍郎为官清廉，为人专一，咱们京城百姓都赞他是1等1的好男人。诸位大人亲临贺寿，国公爷恭候多时，快请入府。镇国公60大寿，我等特来拜贺，恭祝国公福寿绵长。宋公一生为国护民，今日寿宴实至名归。宋夫人知道了。
爹爹，今日是您60大寿，女儿与沈燕敬您一杯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平安康健。岳父一生忠勇，为家为国操劳，小婿与初瑶定尽心侍奉，愿您安享天伦，日日欢喜。好，好，我宋林这辈子更有沈燕你这般重情有为的好女婿，此生足矣。宋公教女有方，得此家婿，真是福气满满。国公阖家和美，儿女孝顺。多谢诸位抬爱，今日同贺，诸位开怀畅饮，不必拘束。江南大水成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即刻招取50万两白银，调集府中全部存粮与棉衣，即刻发往江南。遵命，我这就安排车马，连夜运送物资。召集府中医疗队，备齐所有药材，我亲自去江南救治受伤百姓。江南路况凶险，疫病一生，你独自前往，我绝不放心。灾情刻不容缓，早到一刻便能多救一人。我即刻入宫向陛下告假，陪你一同前往江南。你救治病患，我安置灾民，我们一起处理灾情。陛下，江南水灾严重，臣妻已捐银捐粮亲赴救灾，臣恳请告假1月，陪同前往，协助安置灾民，分发物资，望陛下恩准。你夫妻2人心系苍生，忠勇可嘉，朕准你所请，再拨官银10万两，交由你们统筹救济江南百姓。臣谢陛下，定全力以赴，护好江南灾民，不负陛下所托。刘文章，好吧。宋小姐、沈大人，你们送来的粮食和药品救了我们全家的命。你们从京城赶来，日夜不休帮我们，我们永远记着这份恩情。大家安心休养，物资会持续送达，伤病都会。我也安排人手加固堤坝，后续朝廷物资很快抵达，我们会帮大家重建家园。宋初尧心系苍生，捐资赈灾，亲赴江南救民于危难，特封为诰命夫人，赏黄金100两，绸缎1000匹。沈燕赈灾有功，勤政爱民，晋封礼部尚书。钦此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你夫妻2人舍弃安逸，远赴江南赈灾3月，安抚万民，朕心甚慰。陛下，江南赈灾乃臣与内子本分，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，便是我等心愿。臣妾与尚书只是做了该做之事，不敢居功。沈尚书与诰命夫人仁德兼备，实乃朝堂与百姓之幸。陛下嘉奖是朝廷对你们的认可，也是宋家的荣光。岳父，我们并未觉得有何特殊，嘉奖是激励，不是骄傲的资本。爹爹，江南尚有百姓需要帮扶，女子学堂也需照料，我们会一如既往为百姓做事。你们不忘初心，秉持本心，比任何封赏都珍贵。我与沈燕约定，往后依旧踏实做事，护佑百姓，安稳度日。沈尚书与诰命夫人赈灾归来，陛下都下旨嘉奖了，他们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还在一直为咱们百姓做事，真是难得的好人。多少人得了封赏就骄纵，他们反而更用心做事，谁不敬重？恭送沈尚书，诰命夫人。宋小姐、沈大人，你不必拘束。当年在侯府，我一时糊涂，做了太多错事，处处针对你、算计你，让你受了不少委屈。这些年我一直记着这些过错，今日遇见，我诚心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过往的事我早已放下，不用再提。当年我离开京城，到了江南，嫁给了一个书生，后来生下了这个儿子，日子不算富裕，却安稳清静，我很满足。看到你如今过得安稳幸福，就足够了。昔日恩怨早已随时间散去，你不必再耿耿于怀。谢谢您，我知晓你和沈大人如今阖家美满，还一直为百姓做事，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。各自安好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我们还要继续上香祈福，就此别过吧。好，二位多多保重。当朝丞相年迈，已奏请告老还乡。朕考察百官，唯有你沈燕勤垢清廉，政绩卓著，堪当丞相之任，总领朝政。臣谢陛下厚爱信任，但臣才德有限，难以胜任丞相重任，恐误国误民，不敢接受此人。你为官多年，刚正不阿，深得民心。臣并非谦虚，丞相之位关乎国本，臣自知能力不足。此外，臣希望多花时间陪伴妻子宋初瑶，不愿因高位繁杂，错失乡长时光。
丞相是百官之首，无上荣耀，沈尚书竟直接拒绝，放弃如此大好前程，实在令人不解。你心意已决，毫无转圜余地。臣心意坚决，恳请陛下成全。朕知你重情重义，便不勉强。此事作罢，你仍任礼部尚书，尽心履职即可。臣谢陛下体谅。今日朝堂之事，我已经听说了。我回绝了陛下让我接任丞相的旨意。丞相之位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前程，你为何要轻易放弃？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，我从不在意。身居高位，便要日夜操劳，没有时间陪你做想做的事。能和心爱之人安稳相伴，比任何高官厚禄都重要。我知晓你对我的心意，你为我放弃这般前程，我心中满是感动。能与你相守一生，我此生无憾。守护你，陪在你身边，就是我最想做的事。沈尚书拒绝丞相之位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白白丢了大好前程。旁人都觉得他傻，可沈大人自己过得安等幸福。比起权位，能和心爱之人相守，才是最难得的事。陛下，臣岳父宋岭年迈体衰，身体日渐衰弱，臣与内女恳请辞官，待岳父归隐田园，尽心侍奉尽孝。臣妾只求陪伴家父安度晚年，无心官场名利，望陛下恩准。你们夫妻一心为民，政绩卓著，朕舍不得放你们离去。朕可遣太医养养镇国公，再赐府邸，你们不必辞官。陛下厚爱，臣铭记于心，但家父需亲人朝夕陪伴，高官厚禄皆不及家人安康。臣与内子心意已决，恳请陛下成全。朕知你们孝心坚定，挽留无用，朕准你们所请。京郊宅院良田任选，若有难处，随时告知朕。臣谢陛下隆恩。岳父，今日笔法越发舒展了。有你们陪在身边，我心中安稳，身子也舒坦多了。爹爹多走一走，呼吸山间清气，对身体有益。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就是有你们这般孝顺的儿女。一家人相守相伴，粗茶淡饭也安稳。往后日日如此，我们陪着爹爹安稳度日。定国公驾到，小人这就通报沈大人与宋夫人。定国公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快请院内落座。院内备了清茶，我们慢慢叙话。不必多礼，我今日特意带孙儿过来，看看你们归隐后的安稳日子。我这里有石子，我们一起玩吗？好。看着你们这小院清静雅致，一家人相守相伴，实在是令人艳羡。我在京城应酬不断，反倒羡慕你们这份田园自在。退去官场纷扰，守着家人过日子，心里踏实，身子也舒坦。我今日来也想起了当年旧事。谢承安当年家世优越，本有大好前程，可他执念太深，不懂珍惜，非要被仇恨裹挟，最终落得那般下场，实在令人唏嘘。人心一旦被名利与仇恨困住，便会走错路，终究是看不通透。人生从来不是靠功名利禄定义的，珍惜眼前的家人，过好平淡的每一天，才是最要紧的事儿。你们说的极是，知足常乐，珍惜眼前人，才是人生最难得的通透。夕阳正好，时候不早，我也该带孙儿回城了。今日相聚，十分开怀。国公爷慢走，改日我们再登门拜访。路上保重，常来坐坐。这般夕阳，这般日子，真好。有你们在身边，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。数十年时光匆匆流转，我和沈燕早已白发苍苍，步履也变得平缓。爹爹宋岭活到90岁，在京郊宅院无疾而终。我和沈燕遵照他的遗愿，将他的灵柩安葬在了他当年浴血奋战的边关故土。祖父，孙儿已继承镇国公爵位，就任兵马大元帅，必死守大晋疆土，延续您的忠勇。爹爹一生戍边为国，长眠于此，是他心之所愿。国公爷安享天年，无疾而终，身后有后辈传承志向，再无遗憾。从当年靖远侯府的纷争，到朝堂的波谲询贵，再到江南赈灾、归隐田园，我们竟携手走过了一生。初见你时的坚韧果敢，便让我认定一生。放弃高官厚禄，陪你相守相伴，我从未有过一丝后悔。昔日恩怨早已散尽，谢承安、顾心如的过往都成了过眼云烟。爹爹安度晚年，侄子守卫家国，我们白头偕老，此生足矣。人生从无圆满，唯有珍惜眼前人。能与你相知相守一辈子，是我毕生所求。能遇到你，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。往后余生，依旧有我陪你。